吃过人的老虎有多可怕？1903年，印度出现一头吃人上瘾的食人虎，它接连吃掉了436人。20世纪初，那时的尼泊尔还在英国控制当中，由于人口扩张，人们开始深入森林、山区生活，不可避免的与老虎、豹子等猛兽在丛林中相遇。当时在一个叫鲁帕尔的小村庄附近，有一只雌性的孟加拉虎，在短短的1年当中接连袭击人类，导致近200人命丧虎口。这只食人虎在最开始时会挑晚上的时间进入村庄，专门寻找各种老人、妇女和小孩等弱势群体进行攻击。村民们一时间纷纷提心吊胆，夜不能寐，于是村子里自发组成了巡逻队，在夜间结伴而行，随身携带武器，想要铲除这头害人的老虎。然而，正当人们认为这头老虎只会在晚上出没时，它在白天出现在了村庄中，还将一名农妇咬喉拖走。这样的情况持续了2年的时间，最终食人虎的消息传到了尼泊尔国王的耳中，他派出军队地毯式全方位围剿老虎，最终却一无所获。这只狡猾的食人虎似乎意识到被人追杀，躲过了重重陷阱，逃进丛林深处，没有再露面。但是这头食人虎也并没有放弃吃人的念头，它转头穿越边界到达了印度，在印度境内扎姆帕瓦特地区，它更加肆无忌惮，无论白天黑夜都会出没在村庄中伤害人类，以致在当地杀害人的数量高达236人之多。早先尼泊尔已经将这头食人虎的消息传达给了印度，印度当局也针对它设置了许多捕兽器和陷阱，甚至发布了悬赏令。然而众多有经验的捕猎人却没有一个可以将其击杀，一直到1907年，印度政府无可奈何之下，只能特意请来一位打虎专家吉姆·科比特。这位专家当时在英国非常有名，后来也成为了一名传奇猎手。他拥有独门的追踪和侦察技巧。在科比特到达几天后，食人虎便现身了。他将一名少女拖进了丛林中，凭借着经验，科比特顺着拖痕和血迹一路追到密林的深处。此时少女已经命陨于食人虎的口中。在出发前，科比特安排了300多号人，让他们通过他的判断痕迹跟来。这些人一来便负责大喊大叫，击鼓发出噪音，以扰乱老虎的判断力。终于，这只食人虎在重重包围和音浪下失去了理智，从山坡上跳了出来，跃身冲下峡谷。科比特也抓住时机，连开数枪。至此，这头辗转尼泊尔、印度两国四处杀害人的食人虎终于被成功的猎杀。科比特在事后对这头食人虎进行观察，发现牙齿已经损坏得非常严重，下犬齿和下颌骨已经全部断裂。科比特以此猜测，这头老虎应该是在某一次的捕猎中损坏了牙齿，导致它丧失了捕猎能力，于是转而选择攻击弱小、更加容易捕食的人类。对于老虎这样的猛兽来说，当它们尝过人肉的味道后，不再惧怕人类，便会控制不住吃人的欲望。有人认为，本来人类并不在老虎的食谱里，但在袭击过人类、偶然吃过人以后，有的老虎就会逐渐将人类列入自己的食谱中去。到了缺乏食物的时候，攻击和吃人的欲望就会更加强烈。目前科学家还无法确定食人虎是否将这一特点写入了自己的基因，传给老虎后代，但是人类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危险性，所以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：吃过人的老虎必须要被打死。